今天我们聊聊俄罗斯总统乌拉基米尔·诺维奇·普京。有人说，普京曾经有过多种身份：科克勃、大学校长助理、运动健将、总理、总统等等。更多的认为，普京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。他的精明能干，从学生到总统，一路得到了贵人的相助。普京1952年10月7号出生于前苏联的列宁格勒，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。他18岁那年考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，23岁拿到经济学博士，随后加入了科克勃，并在列宁格勒工作。普京33岁那年被派往东德，负责收集西德的经济谍报，一干就是5年。在东西德合并之后，普京返回列宁格勒，先后担任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外事助理、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顾问。1994年，42岁的普京成为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，兼任国际联络委员会的主席。97年，45岁的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，不久又晋升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。普京46岁那年被叶利钦兼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主席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科克勃。1999年，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政府第一副总理、政府代总理。2000年，48岁的普京成为俄罗斯新的国家元首，继叶利钦之后的第二任总统。2008年，干满2届8年的普京总统出任总理一职。2018年，66岁的普京第4次当选俄罗斯总统。普京曾在世纪之交发表了文章《千年之交的俄罗斯》，强调俄罗斯要走向富民强国的之路，主张加强国际的作用。普京认为，俄罗斯的思想的要素是爱国主义、大国主义、国际主义和社会团结。2021年，普京签署了关于总统任期的法案。根据这项法案，普京总统可以在现任结束以后再连任2届，可以执政到2036年。普京担任总统以后，极力恢复俄罗斯在苏联时代的超级大国地位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普京是一位不畏强暴、敢于说不的斗士。普京4次担任俄罗斯总统，在与美西方的较量中，他深知其中的艰难险阻，但他又敢于挑战强敌，无所畏惧。普京曾经指责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专横，并声称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毫无掩饰地使用强权，没有人会感到安全。去年以来的俄乌冲突，普京带领俄罗斯以一国之力对抗美西方国家多达40国的撕咬，依然屹立不倒且愈战愈勇。普京的爱好广泛，从小就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普京最喜爱的运动是柔道，他在13岁开始练习柔道，曾经在列宁格勒的柔道竞赛中获得过冠军。1973年，21岁的普京从一名学徒成为桑博式摔跤教练，2年后成为柔道教练。除了柔道，普京还擅长摔跤、山地滑雪等等运动。他经常有出格的举动，展现出刚毅健壮的一面。比如，普京在钓鱼时裸露上身，健壮的肌肉吸引了全球的目光。普京在圣彼得堡的一条赛道上亲自试驾雷诺方程式赛车做宣传。普京在俄罗斯业余冰球联赛大赛中代表明星队出战。同时，普京多次驾驶战机翱翔蓝天。1999年，47岁的普京驾驶苏联5战机飞了10分钟。2000年，普京再次亲自驾驶苏27战斗机飞临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视察。2005年，53岁的普京驾驶图160战略轰炸机飞行了5小时，全程体验多项军事演练项目。普京还有驾驶别200灭火飞机参加灭火的经历。普京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总统。记得1999年的8月，由车臣的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分裂分子策划的恐怖行动，一时间震惊了俄罗斯。普京说，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情，而我的任务是送他们去见上帝。在机场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机场击毙，在厕所抓到就溺死在马桶里。普京在众多政治家眼里有着不同的评价，
叶利钦赞扬普京这个人不仅聪明机智，学识渊博，而且非常的沉着冷静，品行端正。戈尔巴乔夫评价普京，他给俄罗斯带来稳定，我以前不认为他会成功，但是他确实成功了，将国家挽救于危难之中。拜登评价说，我认为他是战犯。特朗普则认为，在领导力方面，普京能得 A， 而我们的奥巴马总统做的却没有那么好。普京很聪明，我的意思是，他用价值$2的制裁就换来了一个国家，我得说这很精明。小布什认为普京有时候他骄傲自大，有时候他又充满魅力，但更多的时候他表现得太过强硬了。美国《时代周刊》给出的评价是，普京将处于混乱中的俄罗斯重新带回世界强国之列，取得了非凡的领导成就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